海10年大翻盤嗎？中國大陸輸了官司，但是贏了控制權嗎？14國現在力挺菲律賓，卻擋不住。我們等一下會來關心中國大陸的海上戰力，包括了076四川號亮艦之外，還有各艘的海警，還有海上民兵全部壓境。國際法敵不過軍艦。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深入剖析。好，有關於南海的攻防，目前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討論。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比較佔據優勢，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日菲等國比較佔據優勢，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討論。10年前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這個海牙的仲裁法院一紙裁決否定了中國大陸的9段線在南海的這個法律依據，但是最新消息我們要來看到10年之後，美國跟這個英國、日本等14個國家又再次的出手了，他們這一次再次的發布了聯合聲明，重申他們不承認中國大陸在南海這邊的主權主張，而且是力挺菲律賓的到底的。好，現在看起來菲律賓說，確實啊，我們國際仲裁打贏了，但是為什麼南海局勢卻看起來對我們越來越不利呢？尤其是在捕魚的環境比10年前還要更糟糕。他們就指出，中國大陸包括呢，它不斷的在黃岩島、仁愛暗沙還有仙碧礁這邊實施海警、海上民兵的常態化的壓境跟巡弋，實際控制力怎麼跟10年前相比是大幅的提升了呢？中國大陸繼續的出手，它最新公布首次的黃岩島完整的一個證據鏈。環球時報這邊特別播出了這個影片，當中指出中國大陸這邊可以看到4次遠征，累積了6萬筆全球的通聯記錄，也詳細記下了包括時間、頻率、呼吸確認資料，證明說確實中國大陸長期管理黃岩島的依據。除了有關於黃岩島之外，來自於大陸的學者也提出了一個新的論述，主張菲律賓的巴丹島是屬於台灣的，引發了菲律賓內部現在有一個強烈的反彈。再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底氣來自於哪裡呢？有人說就是來自於背後它的軍事的快速發展。尤其我們今天看到076兩棲攻擊艦四川號正式的前往南海試航之外，它的一些特性包括它具備大型的兩棲登陸能力，首次搭載的電磁彈射可以發射大型無人機固定翼航空器，做這種遠距的兵力投射，搭配福建號航母跟055的話，可以提升第一島鏈的戰力。再來自於美國的預估，2035年前大陸恐怕擁有9艘的航母，大約1000枚的核彈頭，也是他們現在很擔心的原因。所以有關於南海仲裁先前呢對中國大陸不利，但是呢10年過去，大陸直接派出076加入戰力。現在大家在看，這國際法抵得過軍事的硬實力嗎？委員怎麼看？在國際政治裡頭，當然國際法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國家的實力啊，就是一個國家的實力才是硬道理啊。就如果你沒有實力，你就沒有辦法挺直腰桿來跟大家講國際法這件事哦。那麼我記得南海仲裁案當時這個公告的時候，有名應該那時候還在國安會吧。事實上，中華民國也沒有承認南海仲裁案啊。因為我記得馬總統當時也重批了南海仲裁案，是忽視了我們在太平島的這個真正的現實的狀況哦。所以其實不接受南海仲裁案的又不是只有中國大陸，咱們中華民國也沒有接受南海仲裁案哦。那你說美國在這個時候過了10年，這14個國家還有一大堆國家遠在歐洲，在北大西洋了，到底有什麼理由把手伸這麼遠，伸到了南海來說事呢？那你更不要講美國了，美國自己到現在都還沒有批准這個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就美國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批准聯合國海洋法的這個公約了。那你有什麼理由在这個時刻，你卻忽然跳出來去講這個南海仲裁案的內容哦？那麼當然我要講的說，現在中國大陸很顯然就是展現他的拳頭嘛，就是我亮拳頭，我秀肌肉，我給你看哦。那麼所以剛才思明講的，像這個076，像076四川艦哦，這個艦長可能知道的比我更詳細啊。但是這個076這個四川艦，它其實已經可以被稱為全世界第一艘叫做無人機準航母了。為什麼叫無人機準航母呢？因為它其實它噸位並不小哦，它已經有個中型航母的噸位了，它是4.5到5萬噸左右，4.5萬到5萬噸左右。它的這個噸位已經超過了法國的航空母艦戴高樂號了，戴高樂號只有4.2萬噸了哦。那它的這個重量噸位哦，也已經超過了美國的這個黃蜂級的這個2棲攻擊艦了。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來說，076是非常具有戰力的。
那你更不要講它的相關的設計，它的雙艦島的設計，它的這個全域感知的相控陣雷達，可以讓它變成像神盾艦一樣的實力了。那剛才思敏跟大家提到說，因為它有電磁彈射系統，它上面裝了電磁彈射器、電磁阻攔索，還有一條110公尺長的電磁彈射軌道。所以呢，它可以在上面不需要用垂直起降，它直接彈射歼35、空警600，甚至大型的無人機，這些它都做得到了。所以這個坦白講，076的四川艦是相當具有戰力的。那你把它的首航、試航把它送到了南海，當然就是為了展現實力給菲律賓看嘛。那麼菲律賓在這段時間一直在當個跳梁小丑。我說過嘛，好好的人不幹，一定要當美國的看門狗。你當條看門狗，你就乖乖的當條看門狗就算了，你又要當條這個張牙舞爪哦，這個狐假虎威的瘋狗，那你不是逼着中國大陸秀拳頭、亮肌肉給你看，讓你知道說到底誰才是具有真正實力、有說話這個分量的國家嗎？好，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艦長如何看？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14國的這個聯合聲明啊，我們把它切開來，那個有關於南海周邊的國家，只有一國，那個就是菲律賓。那其他的我們可以分大洋洲2個國家，就是我們看到的澳大利亞以及這一個紐西蘭的部分。那其他就是 G7 國家，英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那另外呢，還有波羅的海3小國，還有一些其他的很小的歐洲國家。其實這叫做關你什麼事啊？那這個在南海周邊。然後我們講到說南海的部分呢，我們看到去年啊，有關於這一個赫格塞斯，他就敦促東南亞各國加強海上力量，而且希望對於南海問題上，採取這個強硬的立場。現在我們就知道了，美國想要一大堆看門狗，這些看門看門狗呢，其實他們要做的，也就是讓美國可以在這個南海周邊，甚至到印度洋布設這一個 C 型包圍圈。這個 C 型包圍圈就是對着中國而來的。那至於說中國大陸現在有多少的艦艇呢？我也幫大家算了一下啊，這個有關於驅逐艦跟這個護衛艦呢，整個加起來的數量98艘。那而且這裡面呢還沒有加上056A 啊，還沒有啊。那意思也就是這98艘都是超過4000噸以上的艦艇。那為什麼我要這樣算？因為我跟大家報告，中國大陸是不會告訴我們它要造多少艘航空母艦的。可是從這個裡面你可以看得出來，絕對不止4艘。那我們之前講到說這個四川艦啊，有關於四川艦的部分，我們之前看到的是這張照片，大家說，你開始畫線了。已經不是這一個一個倒三角，但還有人說，這黃色的線很有趣啊。那個時候我就說，那個黃色的不是線，為什麼？因為它就是一個我們看到的警示的那一個黃絲帶。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因為為什麼我這樣研判？因為我們這樣講啊，剛剛大家都認為它上面只能放這一個無人機，其實它應該可以彈射殲35。那如果它可以彈射殲35，你覺得殲35的飛行官，那他要認識這個山東、遼寧還有這個福建艦的這個劃線，他還要再去認識另外一道系統？不用。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已經是畫完線的，這個畫的線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看到的山東、遼寧以及福建艦一模一樣呢？好，這個是軍事面。那另外我們剛剛也說了嘛，中國大陸聲稱的說，不只是擁有黃岩島，它還直接公布了完整的證據鏈。另外一個是學者主張，菲律賓的巴丹島是台灣的。現在中國大陸要打一個法律歷史認知戰嗎？楊老師怎麼看？巴丹島屬於台灣，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他們自己也從網站上拿掉了哈。那因為畢竟從這要回到就是美國跟西班牙戰爭之後，對於菲律賓群島的割讓，可是那個畢竟是19世紀末的事情，距離現在其實已經有一點時間，因此中國大陸是有一些學者希望提出一些這樣子的作為，但我覺得目前並不代表中國大陸的這個政府的立場。是，整個2016年的就是南海仲裁案，它是一個至死無效、對中國無法適用的，它是一個法律的偏鋒之下找的一個就是設定好的一個陷阱。我個人那麼認為，仲裁，對不起，有一個國家至死不參加，你怎麼叫仲裁呢？而且通常國家有認責決定。